大秦皇帝并天，着皇太子盛景初继位。自尔将军府庶女薛氏青青，温惠秉心，柔嘉为泽，以正为中宫皇后，钦此。宝儿，这件婚纱，在我们那个时代，结婚都这么穿。你总是能给朕带来惊喜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后千岁千岁千千岁！陛下，您愿意娶薛青青成为您的皇后，永远爱她吗？朕愿意。我不愿意。我不同意。盛景初，我才是你明媒正娶的原配，是与你拜过天地的发妻。你与他一生一世一双人，那我呢？宗庙玉牒上，那太子嫡妻分明写着我薛婉宁的名字。朕从前以为女人都像你这般无趣，只会讲这些礼教和名分。直到遇见青青，她一笑，朕连江山都能抛。而你哭得再惨，朕心中也只有厌烦。就因他来自什么未知的时代，懂些新鲜玩意儿，就能将你我多年的夫妻情分尽数抹杀。我为你操持内战，替你出谋划策，你却与他花前月下，吟诗作赋。陛下，你可还对得起我，对得起薛家慢慢为你流的血？少拿这些老掉牙的道德绑架我，在感情里，不被爱的才是小三。追求真爱，那是每个人的自由，人人生而自由平等。你这种古代人根本不懂。就因为你薛府庶女这些言论，害得先皇将我将军府满门抄斩。我问你，阿爹和娘亲他们的平等和自由又在哪？我穿越来的，他们又不是我真爸爸。这天下百姓也要为你们的真爱殉葬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天鸟向来只是农田中的谷物，可你看他如今肚里都是些什么？咖啡豆，是你所谓的生财妙计，让种田的百姓全都改种这咖啡。对啊，咖啡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冰美式是直达天堂的电梯。可如今田鸟尚且寻不到食物果腹，人呢？人又何以为食啊？是他们思想顽固，品不出咖啡的妙处。不过也是一群被封建礼数束缚的可怜虫罢了。薛青青，你会活？杀！可笑！我以为太子殿下谨遵玉贵不通无义，一直舍命相护数十载，今日才知，原是太子刀剑只护薛上人。薛婉宁，这江山姓盛，不姓薛。你以为自己还是将军府的千金大小姐吗？盛景初，我将军府满门的鲜血，还换不来你的清醒吗？他想弑君，快回家！景初哥哥，我
的婚纱被弄脏了。朕即刻命人给你重做一件更好的。我就算化成厉鬼，也会放过你们。薛婉宁，你马上就要与孤成婚，怎么还是这副粗鄙风姿？你有在听姑说话吗？日后入了东宫，便老实待在内宅，否则丢的便是姑的一命。我薛婉宁，堂堂将门嫡女，竟成了太子与穿越女风月画本里的毒妇。干什么？你疯了！那一切竟是真的，他果然会我。满朝文武皆知太子手无缚鸡之力，不知陛下若知太子有如此长夫，又会如何？徐婉宁，父皇，持剑入殿。太子，是想弑君。儿臣绝无此意，儿臣知罪，求父皇开恩。陛下，太子殿下只是年轻气盛，与臣女开了个玩笑罢了。太子今日能稳坐东宫，靠的是薛老将军在边关留的血。你若敢负了薛家女，这东宫之位，朕既能给，也能收。儿臣谨遵父皇教诲。都退下吧。是。大小姐，您快去看看二小姐吧，她又犯癔症了。大小姐，您快去看看二小姐吧，她又犯癔症了。薛青青，大小姐，大小姐，你怎么了？这一次绝对不会让任何人毁掉我的人生，伤我者百倍奉还。二小姐，您就放过奴婢吧，奴婢实在是不敢啊。哎呀，你能不能支棱起来？别一口一个奴婢奴婢的，搞得我像那恶毒女配似的。啊，快抽我呀！二小姐自从落水后就变得疯疯癫癫的，也不知何处来的这些莫名其妙的话。何处来的？哼，穿越来的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薛青青的姐妹。走。好啊。大小姐，二妹妹既叫嚷着要和彩莲做姐妹，倒也不难。彩莲年纪也不小了，你大可替她赎了身，放她出去寻个好归宿。只是彩莲是将军府家生子，卖身的价格贵些。把妹妹这只珊瑚钗子当了，也便够了。不行，这是我的东西，凭什么让我花钱啊？奴婢也不要，奴婢家中老小全指着奴婢这冤分钱活命，没了这活计，奴婢就真的走投无路了。就是，我可不能这么缺德。
剥夺别人搞钱的权利。彩莲，我相信你，赚钱不分贵贱。王侯将相，宁有种乎？王侯将相，宁有种乎？我竟也曾被他这些思想蛊惑，甚至自惭形秽，当真可笑。姨娘教出来的女儿，当真是极有种乎。大小姐恕罪，青青，她这是疯病偶犯了，疯疯癫癫，胡言乱语，你莫要与她一般见识。不许跪！妈呀，哪有长辈跟晚辈下跪的？你跪她受得起吗？如何受不起？我是正室嫡出，柳姨娘不过是个外室，而你更是外室所出的庶女，嫡庶有别，不只是柳姨娘，连同你也该日日向我行跪拜大礼。谁爱跪谁跪，什么嫡嫡庶庶，这破规矩早该扔了。别说了，破规矩，竟不知我薛氏100年将门的规矩，何时成了破规矩了？哼，你真愚，人生来就该平等，没有谁天生就比谁高贵。我的好妹妹，单凭你这几句大逆不道之言，就足够你们人头落地。若是再传出去，怕不是要连累我薛府满门。青青，快向大小姐磕头认错，别再说了。你们这些封建余孽，迟早都会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。来人！妹妹不懂规矩，做姐姐的自然是要好好教一教。别以为你是什么嫡女就高人一等，不然呢？我将府嫡女当然高人一等，想要打你，连日子都不需要挑。你们这是暴力镇压，是对人群的践踏。你们这是暴力镇压，是对人群的践踏。长此以往，薛府上下皆要被你这些歪理邪说蛊惑了心神，落到惨死下场。太子殿下，妾身不敢为爹娘辩白，只求您念在于婉宁的夫妻情分，向陛下求求情，让爹娘全虚全仪的走，妾身也好为他们收敛。哎呀，姐姐别哭了，人都凉了，在哪儿埋不是埋，就你们古代人事儿多，非要整这些仪式感，全是不全尸的，最后不都是微生物回归大自然吗？爹娘被你连累，万蛇斩妖，血溅刑场。请你当真没有心肝？实践真理的路上，总要有一些牺牲的，他们运气不好罢了。再说了，父母双亡才是大女主的标配，是吧，景初哥哥？薛婉宁，你知不知道任任平？我承认，你的这些思想有点意思，但你别忘了，这是谁的时代？什么人人平等？我先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做369等。打！大小姐。大小姐，太子殿下即将驾到。小姐，殿下来看你了。不见啊？是。别动。你要干嘛？青青，
他最爱女人玉颈纤细，这道伤痕更是恰到好处。我见犹怜，给他换件月白纱衣，扔出去。记得扔在垂花门。是。那可是太子今日的必经之路。什么？回殿下的话，我家小姐身子不适，今日恐是不便见太子殿下。好个薛文，竟敢跟我摆清高架子，给孤持闭门羹！走，回宫。薛婉宁，我就知道你。帅哥，好一种千金百里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与其待我明日大婚之后，薛青青再费尽心思偷偷勾搭，不如这次我来给你们铺路。东兰，去替我准备。小姐，可是那要……去吧。是。堂堂大老爷们儿，与其受这娘们气，不如花天酒地。说实话，我早就想来看这青楼了。好，没想到青青，你看似娇弱，却也如此豪情。我性格就是这样，大大咧咧的。今天晚上我们兄弟去，咱们醉归。薛婉宁，我不会让你轻易嫁给太子的。好，真好啊。这是当年玄甲兵变为盛景初挡下一剑留下的伤。刀。这秘药虽能除去疤痕，令皮肤娇嫩如新生，但其痛苦堪比活刮血肉。小姐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痛，有比这更痛的，是付出一颗真心，别人却只能看到丑陋的伤疤。我原本以为会有人不重皮相，只念真心，现在才知道，什么贤良淑德、恭俭勤勉，终究是无用。小姐，今日要穿的吉服已备妥了。小姐，这……薛青青，你总说男子最讨厌女人古板无趣，可这世间女子，除了贤良淑德，还有另一条路。我可不像那些爱围着男人转的古板女人。要是想把我像金丝雀一样围着，那比杀了我都难受。要我说呀，与其跟那些娘们儿刺激，还不如拎着刀枪上战场。
起码刀剑无眼。哎呀，比起女人的那些弯弯绕绕的心思，可来得痛快。你果然别致，这眼界倒与那些大家闺秀大不相同。我跟你说啊，像我姐那种无聊的大家闺秀，活得最是无趣。要我说，女人呐，就应该活色生香，勇敢追爱。勇敢追爱。今日大婚，太子殿下素爱女子装扮温婉端庄，才好与其相配。想姐向来投其所好，今日这事是否太过艳丽了些？换个更艳的口吃来啊！怎么了？小姐今日大婚，奴婢担心二小姐会使什么坏，恐生变故。无妨。糖葫芦。盛景初，你今天还要接新娘子呢，别误了时辰，不然以我姐姐那个娇滴滴的性格，肯定又该哭了。我也是心疼你啊，女人啊就是矫情，动不动就哭，围着男人争风吃醋，既无聊又扫兴，出去吃饭喝酒也得生气管着，要我就受不了，更何况你还是个太子，一点自由都没有吗？本就是父皇赐婚，并非是孤想娶。景初哥哥，那你娶我，你敢吗？有何不可？景初哥哥，在我们那个年代，结婚都是要穿婚纱的。薛家嫡女阵，这比以往大不相同啊！本官之前见他是层层布帛包叠，裹得严严实实，这今日怎么……报！陛下，东宫内外皆已寻遍，还未寻到太子殿下。啊，这是出了何事啊？是啊，怎么还没来？这江然境便是及时，怎么只有薛家姑娘一个人啊？这如何是好？我也没有看到。小姐，人还没有来，莫不是太子殿下逃婚了？太子大婚，吉时已到。女子名节，重于性命。这桩婚事关乎薛家满门荣辱，盛景初今日所为，与杀我何异？
薛家姑娘穿着凤冠霞帔，一个人在这演独角戏，结果太子殿下却在大婚当日避而不至。听闻太子不喜这桩婚事，如今看来，倒是宁愿抗旨也不愿娶她。可怜这薛婉宁，堂堂薛家嫡女，竟然在大婚当日被弃入婢旅，还成了古往今来第一个被太子抛弃的女人。这下她以后要怎么抬头做人啊？太子驾到！太子，此举何意？父皇，儿臣今日可以大婚，但要娶的人是薛青青。你们呀，结个婚还要搞这些繁文缛节的仪式，跟杀猪似的，土掉渣了都。哎，你这块破布，妹妹怎么穿了一身白？是要给谁奔丧啊？你这叫婚纱，封建的老古董，在我们这个时代，结婚都穿。妹妹既然瞧不起祖宗基业，又何必来此卖弄？你知不知道，自古女子新婚着红，是为取阴阳调和，将两性之好融于一身之意。就连你口中的这块破布，这小小的一方喜帕，须得以一整根金线一气绣成莲枝纹样，寓意情丝不断。待夫婿以玉如意来掀，方成称心如意之章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懂什么啊？我这叫做浪漫自由。哪有此等庶妹抢嫡见夫婿的？丧尽天良！这要放到民间，可是会被擒出笼的。错，姐姐和太子殿下还未成婚，太子还算不上我的姐姐，对吧？对。太子，弃祖宗礼法，以大婚典仪，为了这个女人，让你连皇家尊荣都不顾了吗？儿臣。若你尚惜这储君之位，便照常依礼，与薛家女完婚。什么？启禀陛下，太子于大婚之日弃我于不顾，今日婉宁与太子的婚事便就此作罢。但十里红妆接我入皇宫，断没有把我退回去的道理。薛家丫头，你想如何？禀陛下，臣女想换个夫婿。什么？既然太子不行，那便换一人与我完婚。换夫婿？你是将门之女。果然有胆色，是太子对不住你在先，朕定会昭告天下，断不会让你名誉受损。若你今日还要再换个夫婿，未婚的皇室子弟都在这里，你挑个顺眼的吧。你这么无聊的女人，有谁愿意要你？我愿意。薛家嫡小姐出身名门，才情出众，还继承了大将军的武艺，我倾慕已久。若不是此前她满心满眼都是太子，我早就求娶了。本皇子也愿意，我也愿意。仙人，不过是一介弃妇，真以为自己是天仙下凡呀？不就是换个夫婿吗？至于这么折腾？光明正大的择选良婿，总是好过某些人不择手段，夺嫡且姻缘。若薛小姐愿意，往后本皇子忠你一人，从一而终。陛下说让我另选夫婿，
我莫要食言。自然，君无戏言。我决定了，我选。什么？这次回来，我的目标从来就不是太子，区区太子妃为要来何用？要做就做全天下地位最高的女人。陛下，我选你。这些皇子连同太子都是先皇的遗骨，现在圣上圣渊不仅接手了兄长留下的烂摊子，平定叛乱，还开创着盛世江山。既然婉宁要嫁于皇家，你也是皇家人。常言道，父债子偿，子债父偿也未尝不可。薛家丫头，终身大事不可儿戏。这红绸乃女子半生的依靠，莫拿前程戏弄。是对是错，也要试过才见分晓。女人靠婚姻安身立命，朕允你择婿，是不想看你困在这四方红墙里哭，而是盼你寻得真正并肩之人。可在婉宁眼里，陛下平乱时亲手斩下叛军头颅的模样，要比那些舞刀弄枪好看百倍。陛下可说了，君无戏言。等等，薛婉宁，你这是自动跳入封建牢笼，因为富贵甘愿沦为金丝雀。放着山珍海味不吃，去啃冷馒头，才是脑子进水了吧？你这种女人，明码标价，用名换权势，用自由换富贵。陛下，他只不过是把您当成长期饭票、养老保险。你以为他对您没有所图吗？我是真心奉劝。没有所图，才最为可怕。别误了吉时。是，陛下大婚。陛下，薛小姐是封为妃尉还是贵妃？皇后。我不同意。封皇后？我不同意。薛婉宁，你当真是让姑大开眼界，没想到你为了姑，竟能做到这种地步。为了你？不曾想你对姑的执念如此之深，竟用这种手段来引起本太子的注意。罢了，念在你一片痴心的份上，原谅你这些微末的伎俩。姑可以破例许你侧妃之位。景珠哥哥，你为何会以为我放着皇后不当，去做你的妾？你，小女儿家的心思，竟逞一时口舌之快。好，父皇明鉴，儿臣阻拦绝无半点私心，实不忍她因爱生痴，误入歧途，便成全了这女人卑微的念想罢了。再说，皇帝娶太子的老婆，这也太不合礼法，太毁三观了吧？错，妹妹方才不是还说我与太子还未成婚，他还不是你的姐夫？那现在太子于我而言不过是个陌生男子，妹妹可不要平白污了我的名声。薛婉宁，你活腻了吧？太子，你在东宫待腻了吧？你可曾记得朕说过，若你负了薛家女，父皇，儿臣冤枉，儿臣只是想劝谏君父。父皇恕罪。那就记住，你还是太子，也只是太子。儿臣不敢。还有谁不愿这桩婚事？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岁！做不了你的新娘，就做你新的娘。
乖儿子，叫声母后来听听。勿要贪杯。陛下圣命，只是今宵琼宴难得，又是婉宁的新婚之夜，就让臣妾放纵一回吧。薛青青，景初哥哥，你以为这个时代女人留住男人的方法只有三从四德吗？错了，还有祸水洪钟。什么秘密之言，难听死了，软绵绵的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哦，那妹妹有什么新想法呀？我们来玩醒酒令吧，我能7步作诗。若是做不出诗呢？我要是做不出来，陛下把我的脑袋拧掉当球体。二小姐日日在外疯玩，既不读书也不上学堂，连女诫都背不全，怎么可能会作诗？怎么样，姐姐，玩不玩？输的人当场喝3杯洗脚水。臣妾才疏学浅，恐污了圣目，就不在殿前失仪了。听闻姐姐是京城有名的才女，今夜又跟陛下刚刚大婚，姐姐不跟我玩醒酒令，是瞧不起我，还是陛下跟太子？既然妹妹强迫至此，那我只好奉陪了。封建女，你就等着出丑吧！别说7步成诗，我作诗300首也不在话下。在 battle 这一方面，我就没输过。9年义务教育可不是白学的，给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降维打击。1、2、3、4、6、7。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饮琵琶马上催。好诗啊！没想到这薛青青还真是才女啊！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。这才是真正的好诗啊！是啊，那前2句不过是寻常宴饮之乐，可皇后娘娘这2句，那才是真正的边塞诗，字字兵戈血泪呀！这怎么可能？好啊！谁说我只会做这一首诗的？我还有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好啊！哎，来人，拿尺笔来！原来真正有才学的是皇后娘娘。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。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。你们这里有李白？李白是何人？那杜甫、王维、李商隐呢？闻所未闻呐！就不信了。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，人生我材必有用。千金散尽还复来，太磨不言止。长河落日圆，人生自古谁无死？留取丹溪照汗青。这怎么可能？你能背，自然我也能。自小过目不忘本事，倒叫我将过去圣典处珍藏的那些才女薛青青的诗词都记了起来。陛下，皇后娘娘大才呀，丝毫不输朝中文豪啊！薛小姐，刚才你承诺做不出诗来，就拿自己的人头摘下来当球体啊！谁问你了？像你这种庸脂俗粉的老古董，怎么可能说得出来这些？你觉得自己领先时代，常常超人一等，不过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，一边享受着古人的智慧，一边嫌弃我们迂腐。
你这就是拿起饭碗吃饭，放下饭碗骂娘。这些诗不可能是你写的，你就是在抄袭我。你说这些是你的原创，那妹妹解释一下，你一个深闺少女，哪来的边关战场上的感悟，竟这般沧桑凄凉？对呀，烦请您展开说说。穿越女总是喜欢偷他人诗句，说是自己所作。虽然我没有亲身经历过，但是阻挡不了我对边关辽阔、自由的精神向往。观世间百态，看人生疾苦，有点感受怎么了？不像你，眼界狭窄，自己写不出来，就觉得别人也没有能力。边关匈奴侵犯，民不聊生，竟被你臆想成自由。没错，你有一句话说对了，这些诗确实不是我所写。那你就是承认抄袭我的喽？啊，我的确写不出来这些诗句，因为这些都是父亲所写。15年前，他带死士夜袭敌营；8年前，兵临城下，他独守空城；5年前，雁门关断粮7日。这些字字都是白骨里熬出的诗句。原来如此，这就说得通了。薛将军常年驻兵在外，相伴的是西风黄沙，那字里行间字字含血，不奇怪啊。这些诗句我早已命人呈于陛下。这薛青青竟然是拿了薛将军的诗来当自己的，这是偷到了自己家人头上啊！用亲眷的军功往自己脸上贴金，还要不要脸？拖下去吧，脏了朕的眼。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从决心要改写命运的那日起，我日日用秘药烫去浑身伤疤，任银针挑开每一寸血肉，在溃烂与结痂中重新养出这软嫩皮肉。今夜这份精心重塑的皮囊，就是我薛婉宁的利刃。这一切都是为了等这一天。陛下，太妃娘娘怎会在此？太子生母不是早在先皇驾崩后就送去尼官清修了吗？宫里急召下山，说是有天大的喜事，未曾想这喜事是你。这么多年死缠烂打，终于如愿倒贴给我儿了。太妃娘娘怕是误会了。误会？误会？贫道本已是出家人，清心寡欲，斩断尘缘，本不想理会这些凡尘俗事，奈何与太子母子连心，血浓于水，我不得不啊。我告诉你，纵使你使尽手段嫁进了东宫，也休想让我认你做儿媳。太妃娘娘清心寡欲，修行多年，果然道行高深。佛祖看了，怕是要连夜还俗吧？你粗鄙武夫教出来的贱种，毫无礼数，尊卑不分。太妃若是要论尊卑，我家小姐更不必向你行礼。她如今是皇……贱婢，主子说话哪轮得到你在这里插嘴？自己的狗都拴不住，放在这里乱吠。后宫规矩，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来撒野。后宫规矩？你什么身份，也敢来教训我？太妃慎言，我的身份你打不得。太妃慎言，我的身份你打不得。我打不得？这话说的好像后宫是你的地方，你怎么不说
你现在是当上了皇后，入主中宫了。你不过是攀上了太子，竟说话如此蛮横！你以为盛景初会护着你？你别忘了，我是他的生母，只需我一句话，他就能休了你。届时你跪下来求我，那我也……区区太子妃之位，本宫还瞧不上。你不过是个将军之女，竟瞧不上太子妃之位了。本宫是陛下亲封的皇后。太妃娘娘若是与我论尊卑，若论辈分，你是我夫君的寡嫂，我们平辈；若论身份，你是太妃，我是皇后，我为尊，你为卑。疯了！你简直就是疯了！这种诛九族的话你都敢说出口？好，你与陛下差着辈分，就算要立后，也轮不到你这个黄毛丫头。那依太妃所见，陛下该立谁为后？虽说太子是我与先皇诞下，但听闻有些地方也有嫡纳寡嫂的例子。陛下既要立后，自然是立我为皇后，不然为何特意派人将我接出道观？像你这种嫩瓜秧子似的，伺候得了陛下吗？非要年长些才有韵味呢。是这样吗，陛下？像你这种嫩瓜秧子似的，伺候得了陛下吗？非要年长些才有韵味。是这样吗，陛下？陛下晚安。起身吧，别让你起。原来陛下好这口。陛下，您可得为妾身做主啊！这丫头竟敢僭越称后，连皇后都敢冒充，定是早就存了心思勾引，这般不知廉耻。的确，她不该自称皇后。银台薛婉宁本就是朕昭告天下的皇后，无需自称。原念你思思心切，才放你出安堂。现在看来，是多此一举了。传旨大理寺，好好彻查安堂，若是藏了污秽，有了太妃清休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！那臣妾先伺候陛下沐浴。朕还有奏章要批。皇后传教你，先回去歇息。陛下果然跟太子一脉相承。此言何意？太子在大婚之日弃我于不顾，陛下在洞房花烛夜让婉宁一人独守空房，这不就是有其父必有其子？朕……皇上这样做，让臣妾如何在后宫立足？若非今日亲眼见你在大殿上盛气凌人的样子，朕差点就要信了你的娇弱模样。纵使臣妾再过强势，也不过就是一个弱女子。今日要不是被逼到绝处，如果不苦撑着坚持，恐怕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。陛下，可是嫌臣妾太过凶悍？立你为后，也是顾虑将军府的处境。婉宁知道，陛下今日娶我，是为了护将军府的声誉。可哪个女人不希望自己夫君护着的
是婉宁这个人的名声，没有哪个女人家生来就带刺，不过是被这世道生生磨出了棱角，装出强硬来保护自己。可若有一人能为她遮风挡雨，又何必张牙舞爪？往后你可尽情做你自己，既进了宫，朕会替你承担一切。那婉宁今夜陪着陛下。随你。坐。东兰，东兰，臣妇叩见皇后娘娘。母亲何必行此大礼？如何不必？老身刚随将军从边关回来，才听闻我的好女儿居然连陛下的龙榻都敢往上爬，有何不可？先嫁儿子后嫁爹，我竟不知我生的女儿本是这般大，你还想花开两朵，二龙戏珠不成？女儿知错，知错就自请削发入冷宫，青灯古佛，尚可保全名节。怎么不肯？你与一个庶女争风吃醋，为了太子做到这种地步，甚至要把自己卖给皇帝？不是这样的，母亲，女儿这么做不是为了太子，围绕着皇后之位，绝不是为了争风吃醋。从前，母亲是唯一一个再三劝阻我不要嫁给太子的人，可我从不懈怠。太子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。你嫁他，往后必不会如意。除了太子，你想嫁什么夫婿？阿娘拼了这条命都可以为你争来。你自己的婚姻不幸，还要来操控我的人生。我们是真心相爱，你是不会理解的。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，我也没有你这样封建迂腐的母亲。告诉婉宁，小心太子，小心薛青青啊！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！
娘，女儿知错了。我不过训你几句，这是做什么？母亲，我知道你是为我担忧，怕我过得不如意，但我绝对不是为了太子，而是为了我，为了我。娘，我要让柳姨娘安分守己，让薛青青分清尊卑，更要让你挺直腰板，不必再对着父亲的新欢强颜欢笑。这一次，我一定会保护好您。娘不需要你保护，只要你能平安顺遂，就是母亲最大的心愿。母亲，是你教导我，爱的时候要轰轰烈烈，毫无保留；不爱的时候，决绝。灵儿，母亲带了128台嫁妆，府兵亲自押送入宫。咱们镇国将军的嫡小姐出阁，岂能叫人看轻了去？母亲必不让你在这后宫受半点委屈。母亲，哎，看着，滚开！好狗不挡道！太子殿下，您的宫女该管教管教了，这宫规森严，莫要平白受了责罚。睁开你的狗眼，好好看看，我怎么会是宫女？本姑娘是太子妃。后宫皆知，陛下封后，可不知太子娶妃。哟，这不是太子吗？乖儿子是来给母后请安的吗？按祖制，东宫特来给新后呈贺礼。太子盛景初孝敬皇后娘娘，南海夜明珠10壶，血蚕400匹，千年血玉如意1柄。还有这个。这是何物？此乃我发明的娱乐神器——麻将。像你们那些什么投壶下棋，实在是太无聊了。想必你们也没见过这种好玩的东西。青青总是这般别出心裁，总能琢磨出这些新奇有趣的小东西。如何，姐姐？我们2个来一把，紧张又刺激的麻将。这就迫不及待要设局，那我便只能去。听起来怪有趣，只是本宫不太懂这个规则。简单的很，一把就上手。高大，看，这样就算糊了。怎么样？是不是很简单？尚可。蠢货，等着连裤衩子都梳干净了。既然姐姐说简单，不如你们要点什么？可是我还不太会呢。不过是博个彩头，别婆婆妈妈的了，都看你要好几把了。也是，本宫今日手气好像是还不错。你真以为是自己手气好，赢的那2把全是我给你点的炮。哎呀，很快就要倾家荡产了。那我们赌5000两，怎么样？5000两，这数目连东宫皇后都要攒上好几年阅历呢。
姐姐她自己都说她手气好了，怎么你们在这咒她，赢不了喽？好，就5000两。自摸。哎呀，怎么又输了？哎呀，真是风水轮流转呢。哎呀，这麻将啊，果然有趣，我也压，我也压。姐姐呢？压。哎呀，可是姐姐所有的银票都已经输完了，要不就赌上将军府所有的嫁妆吧。哼，原来真正的目的在这儿呢。好啊，但妹妹好像没什么嫁妆。这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那如今太子府的东西就是你的东西喽。不如赌太子的虎符啊？不是吧？陛下的郑国玉玺都给我随便抛着玩儿。妹妹不是一直说你是太子殿下的真爱吗？该不会连虎符都没见过吧？我当然见过，赌就赌，赌就赌。大学4年可全部用来逃课打麻将了，别人都是用青春换学分，我是用课时换牌月。我可是小雀神，我怎么可能会怕你这个新手？哥，哎，摸牌看手气，出牌看底气，很明显呀，我这是手气好。妹妹别急啊，这不是还没结束吗？13幺，我这是赢了吧？这怎么可能啊！再来，自摸，再来，清一色，再来9连宝灯，3色双龙会。唉，我们只是赌神，又不是死人。这麻将不过就是我们的马吊牌演变而来。文明从不是无根之木，你却将它说成是自己新的发明，真是可笑。愿赌服输，太子妃该不会想赖账吧？这赌的可是太子的虎符啊！完了完了，今天这是要把东宫都给赔进去了。什么？参见陛下，太子殿下。妹妹，你可要愿赌服输啊！至于吗？我薛青青又不是输不起，不就是一块虎符吗？拿去便是。薛青青，景初哥哥，我跟你讲，人活在世上最重要的就是诗和远方，像这种沾染名利的俗物，就应该断舍离。既然得不到，就把它给扬了。放肆！你简直是疯了！竟将虎符比作沙土，我也是头回见到连虎符都瞧不上的人。你凶我！你居然因为这块破铜烂铁就在这里凶我！虎符是调兵遣将的信物，关乎社稷安危，多少战士因为它血染沙场。如果国家灭亡，妹妹连呼吸都是不被允许的，你却说它是破铜烂铁，是沾染名利的俗物。父皇，青青她不是那个意思，她只是……我平时跟兄弟说话都是这么大大咧咧的性格，没想到无心之言，这么轻飘飘的一句话，竟然被有心之人威说成这个样子。太子妃若管不住舌头，喝了吧。快给雪，快给母后道歉！你平时不是一贯说自己大大咧咧、没心没肺吗？道
薛青青，是啊，是得给皇后娘娘道歉。是她自己输了不认账，如今只不过是道个歉而已。到底是个庶女，半点规矩不懂，一点也上不了台面。行吧行吧，不就是道歉吗？我不跟女人计较，道就道。我呀，性子直，实在是搞不懂你们这些后宅女人的宫斗心思。要怪也得怪我，像什么《贾环传》《宫干计》《银枝欲孽》《成人心计》啊，看少了，不然会落入你们这种千层套路。哎，行了，不就是道歉吗？今天算我错了，行吗？东兰，快帮我把香点上，这茶味太重了，熏到不行。是。既然妹妹是诚心道歉，姐姐自然不会不接受。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，对吧，儿媳妇？这么想当主人，那我就成全你。今天我故意叫上了执掌规则的容嬷嬷，就等着看你当皇后第一天虐待儿媳，恶婆婆的名声传遍天下，看你还怎么有脾气。姐姐，这等泼茶栽赃的苦肉计，在后宅中手段未免也太老旧。妹妹总爱用这种不入流的伎俩，今天本宫就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手段。我自幼习武，那一场带了内力，这一场绝不好受。安宁，你没事吧？陛下，好疼！太子妃也太跋扈了，竟当众泼皇后娘娘茶水。像这种忤逆不孝的儿媳，在我们村早乱棍打死，陈塘示众了。明明是他！陈宇，陛下，陛下，那茶好烫啊，臣妾身上好热。陛下，陛下，有军情禀报。陛下驾到！参见陛下。平身。陛下，边关急报，敌军突袭，薛将军先转移了百姓，如今自己被围困在一座孤城之中。啊，这就会这么慢，怪不得边关迟迟打不下。我爹也太愚蠢了，身为将领最要讲究战略，战场上最不值钱的就是人命。他倒是好，先把拖后腿的转移了，自己反却成了活靶子。休要胡言！将军舍身是为了维护百姓的安危，轮到你这无知妇人在这里红口白牙！我无知妇人，我无知妇人！陛下相信我，这仗很好解决，我有办法。你有何高见？此事涉及到军事机密，不如陛下和我私下单独聊聊。你，陛下别这么生分嘛，陛下可以叫我青青。陛下叫什么？这些人，包括薛婉宁在内，他们天天都叫您陛下，
世人只关心您飞得高不高，却不关心您飞得累不累。时间久了，恐怕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吧？这种高处不胜寒的滋味，肯定不好受，一定寂寞难耐吧？我懂。有什么美人，请我什么？这大胆！陛下名讳，岂可直呼？圣渊，朕的名讳。倒要看看你要玩什么把戏。圣渊，圣渊，哎呀，圣渊！哎呀妈呀！你见朕为何不跪？在我眼里，人人都是平等的。陛下是个明君，也是个男人，岂会喜欢卑躬屈膝那样的胭脂俗法？你的确和婉宁，一个天上，一个地下。果然，古代男人就是喜欢我这种的。顺手把皇帝也攻略了。薛婉宁啊，我看你的皇后宝座都坐不稳喽。唉，姐姐被困在这后宫中，太过可怜。唉，我也实在不忍心。你说这天底下地位最高的女人可怜？一个连人格都没有的可怜女人，一辈子困在宫中，相夫教子。姐姐看似身份高贵，实则连最基本的自由都没有，这简直就是人间惨剧。她活得能开心吗？开心，皇上赏的，单这一件满绣就价值连城了。陛下说了，娘娘开心就好，不止赏了丝绸刺绣呢。娘娘，娘娘，那薛青青说，唯有她能解决边关10万火急，要求。那薛青青要求最近要在宫中养1年，这万万不合规矩啊！无妨，看他是玩得开心，还是我看得尽兴。娘娘，小主，二小姐，你难道不知道御花园内不得行马吗？啊，这个是陛下送我的照夜玉狮子，他说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。哎，姐姐也在这儿啊！姐姐要是羡慕的话，要不让陛下也送你一匹？可是陛下最近忙于朝政，应该是没空见姐姐。这样，不如让我去帮你收收。不必了。你宫中早3年就不用活人当脚凳了，她不是宣称人人平等吗？怎么？她这种穿越女，自她以上人人平等，自她以下尊卑分明。做这些做派，不过是用来显得自己与众不同罢了。原本呢，我是能陪姐姐一起跳掉这些服务，打发一些这无聊的深宫时间。可是皇上非要见我，我命难违呀。妹妹，我只好先走了。别跟着我了。身子骨软的人，就会被人踩一辈子。往后，本宫王，不要再做让人践踏的女人。陛下还是不见我吗？回娘娘，陛下还在殿上和大臣议事。那我过几天再来看陛下。娘娘，这是今年新进贡的红丝实验，天下仅此一方，陛下命奴才。 拿与你。
姐姐好雅兴。哟，跳槽啦？这不是前2天跟我垫脚的贱婢吗？这是攀上高枝了。倒是姐姐在这捡我吃剩下的。我知晓，妹妹是不喜欢别人剩下的。不过是一块破石头而已，谁稀罕？只是像姐姐这种只知道绣花的女人，能用得了变态？就算我把兵法说给你听，你都不懂。倒是我现在为陛下撰写兵法，正好能用。看来这砚台是非妹妹莫属了。你最好识相。哎呀，一不小心手滑了。妹妹倒也不用行如此大礼吧？你说的对，这砚台我用不上，那便砸了。你就嘴硬，我看呐，你这皇后之位也做不了多久。我要是你，就立刻去圣渊那里自讨一番休说。你怎可直呼陛下名讳？你最好自己断发离开，避免马上等到废后的圣旨，多丢面子。什么？他已经答应我了，只要写好36计，就立刻把你抛弃掉。真可惜，天天说自己出身高贵，怎么到最后连夫婿的真爱都得不到呢？陛下一定不会这样的，这其中一定是有什么误会。本宫倒是好奇，妹妹的目标不是一向都是太子，如今怎么反倒紧盯着陛下了？拜托，我可是穿越女，全世界就该围着我转，哪怕是一个炮灰角色。什么炮？啊，大炮！我是说，我会制作大炮，那种能杀敌于千里之外，把人炸得渣儿都不剩。那便把制作的方子和兵法一并写下来。啊，没问题。陛下，皇后娘娘该用膳了。想必姐姐一定不会介意和我一起吃的，对吧，陛下？这就吃完了？可是这膳食不合胃口。吃个饭都要熬出小鸟胃。真香！陛下，怎么加个菜而已？我平常跟兄弟吃肉喝酒都是这么相处。皇后娘娘不会多心了吧？怎么会呢？我应该谢谢妹妹才是。平日里布菜都是下人做的事情，妹妹有心代劳，你的这份兄弟情，本宫替陛下献过。来人，给陛下换副碗筷。不必。你嫌弃朕？臣妾不敢。吃完了便撤下吧。既已吃饱喝足，那便开始写出你的兵法吧。既已吃饱喝足，那便开始写出你的兵法吧。我竟不知妹妹还懂兵法。回皇后娘娘，近日边关战事焦灼，青青说她会兵法36计。空城计听没听说过？井底之蛙呢，被困在巴掌大的地方，眼界狭窄，怎么可能会懂得运筹帷幄？36计，那除了你刚说的这一计，另外35计呢？我当然知道，别着急，
我在烧烤。哦，我在思考，脑筋快想了，会上去是否逃课打麻将去？哼，有那个美人计，就是派3000漂亮小姐姐去色诱敌军，还有那个釜底抽薪，意思就是把敌营的灶台一下子全掀了。还有黄焖计、钵钵计、大盘计，拖出去！陛下，你听我解释，我还可以重新想的。将此女与太子一同禁足东宫，妃诏不得出宫。好好吃点苦肉计。这是干嘛？臣妾请罪。你有什么罪？庶妹言行无状，妄议朝政，干预边关战事，但这都是薛青青一人所为，与将军府毫无关系。恳请陛下开恩，莫要牵连将军府。就因为你薛家庶女的言论，先皇将我将军府满门抄斩。我问你，我爹和娘的平等和自由又在哪？我可是穿越女，他们又不是我真的爹娘。臣妾恳请陛下。朕自然知道此女子写不出什么兵法。边关战事岂是纸上谈兵？此举不过是借他投石问路，试探他背后是否有人授意罢了。要不是你在朕的身边，朕的确会怀疑将军府的心思。臣妾多谢陛下。那你好好休息，朕还有些公务要处理。臣妾恭送陛下。这是陛下的香囊，奴婢这就去交给陛下。站住！娘娘，刚才你也是这样，为何不趁机留住陛下呢？陛下此刻心系朝政，纵使强留，也不过是个空壳子，不会满心满眼都是我。男人就像扑火的飞蛾，你越是往外推，他越容易往跟前凑。去，把这香囊拆开，里面换上跟我身上一样的欢宜香。是。皇后娘娘，属下参见皇后娘娘。赵侍卫，我知道你是陛下的贴身侍卫，这香囊是之前陛下落下的，原本针脚有一些开线，现在已经重新缝好了。不知赵大人可否将香囊转交给陛下？此等贴身之物，属下恐怕不好带啊。陛下救我父亲边关脱困，善待将军府，婉宁感激不尽，想做一些事情报答陛下。那你为何不直接还给朕？婉宁以为陛下不喜欢，所以才从来没有碰过我。婉宁以为陛下不喜欢，所以才从来没有碰过我。3日后要为边关战士开坛祈福，需提前斋戒清心，不宜近人，并非朕有意疏远你。这样就好，那臣妾帮陛下诚心祭赏。虽然斋戒期间臣妾不能与陛下同床共枕，但只要陛下一直带着这香囊，陛下闻着这味道，梦里有臣妾也是好的。所幸是误会一场。陛下一直都没要婉宁，婉宁还以为陛下……
可以了。这香囊袋子还是系紧些，不然又……不用。待到开坛祈福期间，皇宫众人皆要宿在雾隐寺佛堂。皇后先提前去准备。是。薛婉宁，别以为你攀上皇帝就能赢了我。这次开坛祈福，就能与太子解了禁足。到时候我一定要让你有去无回。那就是圣上的马车。听说圣上新封了皇后，生得国色天香，不知是何等风采啊！哇，当众出丑的皇后娘娘，当然有一种又酸又臭的皮样。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，来人呀，快救驾！皇后娘娘摔倒了。阿弥陀佛，皇后娘娘果然貌美，难怪陛下有金屋藏娇。不要再喊呼叫！啊，还好姐姐没事儿，我这不是太担心了吗？多谢陛下，也多谢妹妹关心。天子降临，令韩嗣蓬荜生辉，只是房间简陋，委屈陛下了。无碍。佛门乃清净之地，男女需要分送。圣驾，这边请。各位女施主，这边请。姐姐，这东厢的房间宽敞又明亮，我让给姐姐住吧。我就委屈一点，住个小的就行。我家娘娘还未挑选，二小姐僭越了。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我委曲求全让给你住，就这样好人没好报。薛青青何时这么好心了？其中肯定有诈。无妨，这房间本就不需要你让给本宫。想要故作慷慨，妹妹也要分清尊卑才是。薛婉宁，我今夜要让你连人带命都烂在这个鬼地方！这些宝贝最喜欢往有光的地方钻，想住最好的房间，就要付出一些代价。东厢房最大，但也最远，任你喊破喉咙，也不会有人能听到的。姐姐，我送你的惊喜，你一定会满意的。怎么了？蛇，有蛇！婉宁姐姐呢？她怎么没有出来？快来人！快去叫陛下！有蛇！快来人啊！皇后，陛下，婉宁姐姐她还没有出来，恐怕已经……陛下，那毒蛇凶猛无比，婉宁姐姐恐怕已经没有命了，进去的人都会没命。陛下。还是让下属先进去吧，你要保住龙体啊！开！婉宁，婉宁，阿月，我爸没事，朕在。皇上，有死蛇！死蛇？怎么会是死蛇？皇上，有死蛇！死蛇？怎么会是死蛇？娘娘，娘娘，他爬上来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是烛火，把烛火拿远一些，
动作轻点。我经历过比这更可怕的地狱，与之相比，这些活物算得了什么？那这怎么办？血留着，待会有用。外面还有人等着要看呢。救命啊！来人！有蛇！有蛇！我差点以为我就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怎么会是死蛇？你杀了他？皇上，臣妾从小就胆子小，连一只蚂蚁都不敢踩死，怎么敢杀这种东西？一定是皇上的真龙之气庇佑我，才能让我躲过此劫。明明是毒蛇，怎么会变成死蛇？总不能蛇也自杀了吧？方才就没有人说蛇是活的，怎么？太子妃还没有进房间，就比我们这些亲历者还要清楚。不但言之凿凿说蛇是活的，还知道是毒蛇。我这不是瞎猜的吗？还不是太担心皇后娘娘的安危，才乱了分寸。再说了，这蛇又不是活的，你们在这吱哇乱叫，惊扰了圣驾。哼，女人啊，就是麻烦。娘娘金枝玉叶，自然娇贵，比不上咱们这些粗人。咱们粗人，你说是吧？那走。这雾隐寺虽然藏在深山之中，但是这佛堂闹蛇灾，为什么只跟着皇后娘娘一人啊？大家的房间都没有事儿。难不成皇后娘娘是什么妖物，才把蛇聚集到这一块，才产生了这些异象？这是不祥之兆。是啊，这种皇后到此异象，难道真是妖孽化身？这恐怕是上天的示意。皇后是妖女，后来后宫，德不配位，德不配位。陛下，皇后娘娘，你还不说吗？说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皇后娘娘，你还不说吗？说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我家娘娘为给百姓祈福，深夜放血抄经，应该就是这血腥气才引来了毒蛇。没想到，竟然有人将如此心善的娘娘视为妖孽，奴婢实在是看不过眼。谁允许你多嘴的？退下！放血抄经，迷信的不能再迷信了。要是能放血，要官府干嘛？你为什么不说？都是臣妾的错，原本这些事情就不值一提的，没想到还是给大家添了麻烦，是臣妾思虑不周。阿弥陀佛，皇后娘娘心系苍生，慈悲为怀，老衲惭愧。皇后娘娘心系天下，这哪里是妖孽，分明是祥瑞。既如此，明日便由皇后主持开坛祈福，让天下人同沐皇后恩泽。多谢陛下，陛下圣明。这怎么办？血留着，待会有用。原本拿命想换真心，却遭践踏，如今才真正看清，只有我自己才是最重要的。我绝不会再为任何人伤害自己分毫。皇后，皇后，皇后，陛下，宫中秘制的金疮药，皇后
再做这种伤害自己的事情，朕绝不轻饶。陛下屈尊亲自来送金疮药，不就是想来看看婉宁吗？怎么现在见到了又不看我？佛堂重地，不可亵渎。陛下，臣妾够不到。陛下，不帮婉宁上药吗？斋戒期间，朕不便久留。没关系，只要陛下日夜携带着婉宁送给你的香囊，这样就好像臣妾一直都陪在你身边。就让我去夜色而凉，有他共赏着流光着情。那香囊里装着我特制的欢宜香，只要碰过的人，3天都会沾染上那个味道，挥之不去。男人禁欲的越久，遭到的反噬就越猛烈。这味道是……现在不能。越是不能，就越想要，对不对？我倒是要看看，究竟是你的意志力坚定，还是我的身子更柔软。阿渊，一下冲动我，一下陛下昨夜没休息好。那不如臣妾在香囊里再加上几味助睡安眠的草药，可好？陛下。啊。愿菩萨保佑，愿盛世平安，佑百姓安康。许个愿就能实现，还不如指着公鸡能下鸡蛋。国寺脚下诋毁菩萨，太子妃慎言。像你这种古代人，果然封建愚昧。你们呀，就是迷信。被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 PUA， 在这求神拜佛。我看你也挺穷的，在这还捐钱，不如那趴下来，上去。菩萨救苦救难，哪容得你诋毁？为婆婆唯一的儿子年初参了军，在父亲麾下驻守边关，
婆婆来拜佛不过是为了祈求平安，何故得到你如此高高在上的职责？我这是在开化你们，理智一点，唯物主义才是真理，菩萨帮不了你们的，知识才能改变命运嘛。勾搭上嫡姐的未婚夫婿，还在这里玷污圣地，对菩萨大不敬，滚出去！对，滚出去，别触怒了菩萨，你要遭天谴的，滚出去！你们真的无可救药！滚出去！滚出去！薛青青，你看不起我们这些女人迂腐，可你别忘了，这世上到处都是我们这种女人。滚出去！快滚！菩萨不敬，快滚！不准亵渎神明，快滚！滚出去！快滚！离开这儿！滚！陛下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这现下先让百姓们出下这个怨气，事后让官府好好安抚，不可仗势压人。是。住手！不许上的！滚出去！快滚出去！亵渎菩萨！滚出去！滚走啊！都给我住手！我是太子，谁敢？谁敢？太子殿下，陛下，这是……他已不是太子了。堂堂太子向手无寸铁的百姓挥剑，盛景初啊，我先前费尽心力为你打造仁厚清明的形象，今日也彻底崩塌了。徐爱宁，你给我站住！太子殿下有何指教？这一切都是你设计的。你怨恨我与青青在一起，才处处为难我。本宫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这样装模作样有意思，何必纠缠不休呢？就算是姑曾经对不起你，你也就当做是我们两个之间性情不合，好聚好散嘛。性情不合。当初我将军府合力把你推上太子之位时，你怎么不说性情不合？我为你挡下八皇子那一件事，你怎么不说性情不合？你允诺我今生只娶我一个妻子的时候，怎么不说性情不合？或许与你在一起，我会成为一代明君，可是你只会推着我当太子。只有青青才会劝我好好想想自己真正的追求，她爱的从来就不是我太子的身份。盛景初，别说那么多，你不过就是见异思迁。不过青青有一句话说对了，我的确只爱尊贵的身份。你该不会真的以为你们是什么灵魂互相吸引的真爱了？不，你错了。当初的惊鸿一瞥，薛青青误入君怀，都是我设计的。什么？嫁给皇帝当然比嫁给你好，当皇后当然好过当太子妃。不过你也不用自责，是我气了你，太子殿下。哦，不对，废太子殿下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来人，送皇后回宫。退下。陛下，是不要臣妾了吗？你已设计得到你想要的尊贵身份，你还来找朕做什么？臣妾只是想要解释。你不是想要解释，你是害怕朕的一纸诏书废了你。准确的来说，是害怕自己的地位。陛下为何会这样说？难道是因为臣妾没有事情吗？朕的皇后不必担心，如此撩人的美娇娘，朕怎会轻易废了？臣妾还有满口谎话，不必开口。
你虚心一棒，朕不在乎你的本来面目，朕恨的从来都是你的阴谋。娘娘，如何？太子逝世后，你让奴婢盯着薛青青。奴婢发现薛青青被遣回薛府后，嘴里一直说着什么选错男主、什么攻略对象之类的话，奴婢实在是听不懂。大小姐，不，皇后娘娘，之前是我太过溺爱青青，没管教好她。如今虽说没了太子，可青青无论如何也是薛府的女儿啊！皇后娘娘，就请原谅青青吧，她是姨娘唯一的女儿啊，也是你的亲妹妹啊！果然姜还是老的辣，这套道德绑架小连招，奥斯卡都欠他一座小金人。姐姐要是还不解气，那我就去死好了。我死了，姐姐就开心了吧？请便。青青，陛下，陛下要拦着我做什么？反正我在姐姐眼里，我这横竖都是个累赘。皇后娘娘，当真是要逼死自己的亲妹妹吗？陛下，您是来看我的吗？只是路过，听见喧闹，皇后的家事自己处理吧，朕还有公务。今天晚上薛婉宁眼巴巴的凑上去，跟个舔狗似的。果然如传言所言，薛婉宁很不受宠爱。这正是你上位的好机会啊！她骑在我们母女头上够久了，这次必须一击毙命。你想让薛婉宁死，太幼稚。真正毁掉一个女人的方式，是毁掉她的名节，这比杀了她更能让她生不如死。这不太好吧？毕竟我可是打着高举女性主义大旗。你以为放条蛇毒死她，就能消掉薛家嫡女中宫皇后的风光？记住了，要让全天下都知道，这母仪天下的皇后是个不知羞耻。看着她被扒光尊严，看着皇帝亲手撕下她的凤冠，这才叫诛心。好，不过最后还是让薛婉宁安息吧，毕竟我这么善良。赵侍卫，皇后那边。陛下，赵侍卫今晚不当值。陛下，你有何吩咐？没什么。陛下，可要摆驾去长乐宫？陛下，您是天子，想要去看皇后娘娘就去看，不必这么藏着掖着。朕未说想去。陛下，何人大胆惊扰圣驾，成何体统？陛下，这是我新研制的美食，一名冰沙。冰？什么季节？怎么会有冰？因为我会制冰之术呀。陛下，果然是冰。陛下，可要赏脸尝尝？下次别放红豆，婉宁行事却不爱吃红豆。果然，要先征服男人的心，必先征服男人的胃。呀，赵侍卫呢？他怎么不在？赵侍卫今晚不当值，回宫省亲去了。我刚刚来的时候呢，看到赵侍卫在姐姐的寝宫啊。我可能是看错了吧？什么？这叫我如何启齿？陛下恕罪，姐姐可能是因为受了冷落，寂寞难耐，才干出了这样的事情。什么事你倒是快说呀！我看见姐姐跟赵侍卫衣衫不整，大汗淋漓，正颠鸾倒
皇后娘娘怎么可能？是不是看错了？绝不可能看错，我和我娘都看到了，娘娘的赤色鸳鸯肚兜正挂在赵侍卫的腰上。竟敢诋毁皇后！陛下若是不信，自己亲自去看看便知。皇后娘娘本来就不受陛下宠爱，又深宫寂寞，难免红杏出墙，犯点错也是人之常情。陛下，皇后娘娘有令，谁都不能进。你中了催情香。陛下，臣妾被人陷害，一灵羽翼，带走赵侍卫。臣妾朕说过吧，你若再伤害自己，朕绝不轻饶。皇后娘娘，这是何物？回娘娘，这是冰沙，不能吃，有毒。不能吃，有毒。陷害我是吧？这冰沙有没有毒，自己不知道吗？整个甜品只有冰是我做的，其余的都出自御膳房之手。你的意思是御膳房给陛下下毒？那问题就是出在这冰上。看吧，我都吃了，总能证明。雨衣，救人！你用消食治病，虽然也是病，但不可食用。阿渊原本英年早逝的结局，原来是因为养了这病。哎呀，恐怕以回天法术，早日备好棺材吧。青青，我的青青！气吞山河，势若猛虎啊！哎呀，诈尸了！不能死，我不能死，我不能死！叮，检测到宿主气运归零，天命女主系统激活。哎，等等，这份脉象，气吞山河，势若猛虎啊！哎呀，诈尸了！哈哈，给你们看看什么叫做我命由我不由天。哼，果然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。叮，这回只要完成攻略皇帝和打脸恶毒女配任务，你就能逆天改命。真女主的地位是无法撼动的。薛婉宁，这次就让你这个恶毒女配看看什么叫做主角光环。有初级内获素，大胆！难道没有用？世上怎有这么大胆的女子，能俘获我这天生凉薄的心呢？姑娘小心，刀剑无眼，小心伤了姑娘。小生不才，未能获得姑娘青睐，叨扰姑娘许久，还请姑娘莫怪，真是快哉快哉。有了金手指，
拿下圣渊还不是分分钟的事。慈宁宫太后的地盘。剑秋，哀家的头好痛。有了。太后娘娘，我有办法治疗您的头疼。御医都没有办法，你个黄毛丫头能有什么法子啊？拉拢上一届宫斗冠军给我当靠山，才能聪明爆棚。我最近在研习一种化本治疗，简称化疗，专治头疼，比御医的药还灵。化本？哀家活了这么大岁数了，能有什么新鲜故事没听过？拉下去。是。带球跑到火葬场，他逃，他追，他插翅难飞。太后可曾听过？啊！果然没有女人能拒绝霸总文学。从前有一个权势滔天的冷面皇帝，爱上一个特别的人，深深被他吸引。于是他带着3分薄凉、3分讥笑和4分漫不经心，邪魅一戏。女人逃不掉的，成何体统！然后呢？最可恨的是，他身边有一个仙姬女，她靠手段上位，表面上温柔贤妻，背地里却处处暗害女主。后宫中竟有如此毒妇！皇上、皇后娘娘驾到！这是在寒沙射影啊！看来我这妹妹果真是长进了。渊儿，婉宁啊，你来的正好。这薛青青刚才给哀家讲的是精彩绝伦的故事，可比那些老掉牙的喜儿有趣多了。哦，是吗？是什么故事让太后如此欢喜？不过是一些市井小故事，皇后娘娘身份尊贵，自然是听不惯的。妹妹这话说的，岂不是说太后不喜？我不过是心直口快，去对某些人借题发挥。既然太后喜欢，以后就让这薛青青每日来讲2个时辰的故事。好嘞，感谢老铁大力支持，祝太后娘娘喜中 VIP 超前点播。这样不但能拉拢老太婆，还能趁机接近皇帝，简直一箭双雕。计划中，我的故事多了去了，像什么偏执皇帝的替身娇妻，纯情庶女火辣辣，还有重生之姐夫的诱惑，这些故事够我讲1年半载了。看这下，怎么把我感情？皇上这是把薛青青当工具用呢，他怎么还这么开心？我这个妹妹可能不太有2个时辰的概念，是日讲上2个时辰，那嘴皮子还不都磨出茧子了？靠的不是他这个人，而是他这一颗心。他愤怒地跑到他的面前，对他说：“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充 VIP 解锁劝句。”青青，太后歇息了，等一下吧。我想说，我错了。薛婉宁，你以为我现在醒，你就能得意？你听没听说过卧薪尝胆？本宫只听过没苦硬吃。见到皇后娘娘还不快行礼？难道之前在将军府学的规矩，二小姐都忘了吗？我现在每天都能见到盛烈，
不像你，哪怕被翻了牌子，也得等着召见。哪是什么皇后娘娘啊，简直是后宫弃妇！你简直是放肆！妹妹忘了规矩，姐姐当然要重新教。你敢动我！你再叫大声一些，叫破皇后。哦，不对，本宫忘了，你如今已经是破落嗓子。你要是敢动我，圣渊是绝对不会放过你。你以为陛下真的喜欢你吗？我告诉你，他现在对我的好感值已经到了99%。你要是敢动我，他绝对饶不了你。那照你这么说，如果我今日把你溺毙在水缸里，你说陛下不用笑，陛下此刻正在御书房召见大臣。我的好妹妹，本宫这么善良，怎么会做出伤害自己妹妹的事情？况且太后还要听妹妹读话本呢。系统，给我提高武力值！系统，给我盯住他！武功再高也没用的，在金手指面前，只有一个输。你也真是可怜，能小习武日的起，但是你的努力在我的外挂面前不足一提。你现在是嫡女，是皇后，都不。现在完全现在发卖，卖到最差最下等的窑子里，用药要牙，日夜皆可。到时候谁又能想到，被千人骑、万人跨的下级妓女，就会是皇后呢？真是恶心！长岛三从四德御府，一直把女子应该如何站起来挂在嘴边上，却用如此下作的手段来迫害女子。你那些所谓的先进思想，不过是为了抬高自己的遮羞布。薛浅浅，比这世道还要恶心。到时候把你发卖，看你怎么嘴硬！陛下，别开玩笑了，自己都说了，陛下在御书房召见大臣，你现在就算叫破喉咙，也没有人来救你。警告！圣渊好感度持续下跌。是看姐姐衣襟乱了，想帮她整整。可有此事？臣妾只是受了惊吓，姓黄的脸。她受惊吓，她姓黄。陛下，你听听臣妾的心。别闹，回去再说。警告！圣渊好感值已跌破0。什么？好感值跌破到0？这怎么可能？我虽然不知道你所谓的好感度从何来，但你不会真的觉得阿渊真的对你有好感吧？婉宁，今日想吃点什么？奶茶还是火锅？我想吃你。原来我用来讨好陛下的那些东西都被他……原来那些好感值，竟然是因为薛婉宁这个贱人喜欢。这画本上的人物倒有些像陛下呢。太后还记得我那故事里的仙金女吗？你是说那个离间男女主人翁的毒妇？正是。若是那毒妇不是画本里的人物，而出现在太后身边，太后会如何？当然是诛九族，不足以泄愤。这个诛九族倒也不便，毕竟我也在这。那就打入冷宫，日日受杖300下。太后英明，那人他就是娘娘，太后娘娘不好了！
何事如此惊慌？长公主出事了！什么？快说，哀家的锦书怎么了？宫里那些离奇的话本流传了出去，长公主听说后大为触动，说是真爱无罪，要和真爱双向奔赴。这是好事儿啊！长公主抛下了驸马，和一马夫私奔了。看见没？这就是大女主，什么驸马、马夫都是马子。长公主喜欢哪个就牵哪个，不用太感谢我只是起到精神上的引导作用。还是长公主她自己幡然醒悟，勇敢打破规矩束缚，敢于抵抗嫡母的包办婚姻，勇敢真情真爱。谁感谢你了？你简直是大胆！那长公主呢？她现在何处？这锦书是哀家的掌上明珠，自小锦衣玉食的教养，她现在怎么能受得了那些苦日子呀？长公主出去后花钱大手大脚，带的钱很快就花光了，连首饰都当掉了。不经一番彻骨寒，哪得梅花扑鼻香？这年轻人啊，就得吃点苦头。那她现在何处？长公主已经找到了，只是什么？那马夫原本傍上长公主吧，他只是为了一官半职，却没想到长公主她非要去话本里隐姓埋名的私奔，那马夫什么都没混着。那马夫忍不住了，于是，在私奔的途中，就把长公主卖到了青楼，自己带着金银莲叶跑了。什么？你都是你！我传语是。立刻秘密把长公主接回宫里，务必保住公主名节。若透露半点消息，斩！是。这么草菅人命，也太残忍了吧！编排皇后者，也格杀无论。锦书，我来看你了，喝点安神汤暖暖身子。娘娘，我以为真爱无罪，我以为只要勇敢就能改变这世间的规则，可是为什么事情会变成现在这样？这世界的规则不是靠我们一己之力就能打破或者改变。我不明白，明明话本里写的那么好，真爱至上，自由无价，为什么到我这就变成了笑话？曾经我也这样想过，可是直到摔倒了，我才发现，我们女子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最重要的不是追求什么真爱或是自由，而是要好好活着。有些东西或许是对的，只是它没有在对的时代。历史不是靠我们一两句口号就能改变的，我们能做的只有竭尽全力的顺应当下，做到最好。是我太天真任性了。不是天真任性，是勇敢。但勇敢是需要智慧的。所幸你是长公主，拥有权势，那个才是实实在在守护你一生顺遂的东西。那个马夫，他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了。好，那便好。我是不是再也回不去了？怎么会呢？你是尊贵的长公主，只要你想，等到明日太阳升起时，你依旧是那个受万人尊敬的锦书殿下，不会有任何人非议你那个字。你个臭太监，对女人一点也不温柔，他是不是个男人？哎呦，你这话说的，咱家本来就不是男人。看好了，等皇后娘娘忙完了，自会处置。没根的东西，活该断子绝孙！青青，别再闹了，也看出来咱们斗不过薛婉宁，再胡言乱语下去，咱们就得死在这儿。我才不会死，我还有心。别挣扎了，
陛下压根就瞧不上你的姿色，你替代不了薛婉宁。娘，您只要有办法帮我把薛婉宁叫过来，剩下的我自有办法。可我们被暗无天日的关在这儿，皇后娘娘根本不会搭理我们的。受伤，只要有人受伤，我们又是薛家人，皇后娘娘会不管我们的。让娘来。娘，您是长辈，若是伤得重一些，薛婉宁她还能不来吗？娘，好娘，您这次是帮帮您的好女儿吧。来人！刘姨娘的腿断了，快叫皇后娘娘！刘姨娘的腿断了！东兰，吾与城北徐小姐熟没？娘娘美事，徐小姐何能及娘娘也？算你识相。陛下，今日怎么来的这样迟？臣妾都等得心焦了。朕去看了太后和长公主，他们都已无大碍。那就好，那这样臣妾就放心了。此次多亏有你。如果陛下想要感谢臣妾的话，那不如……你想要什么？臣妾想要个孩子。俗话说，皇帝不急，太监急，你竟比太监还急。陛下坏，尽拿臣妾打趣。臣妾服侍陛下就寝了。陛下，你不是婉宁，为何会出现在他的身体里？陛下说什么呢？臣妾怎么会不是婉宁？不是婉宁，我是谁啊？住口！别用他的声音和朕这样说话。他在哪里？青青，你别再闹了。薛婉宁，她是不会来的。系统，我要用所有的祈愿值和薛婉宁互换容貌。叮，互换容貌，持续效果24小时。待我合上龙种，就可以母凭子贵，一步登天。装的这么像，你是从什么时候发现的？一开始，皇后从不与一旁女子攀比什么。回禀陛下，真正的皇后娘娘已经找到了。柳氏与薛家庶女勾结，谋害朕与即刻押入大牢，由皇后亲手处置。是。系统，快拉我一把！系统，果然不怕坏人绞尽脑汁，就怕蠢人灵机一动，宿主任务失败，系统解绑。不可能，我才是女主，我才是人生赢家。所有的金手指都比不过人心跟谋略，不是吗？靠着依附男人算什么本事？一辈子困在男人的裤腰带上，你下贱！妹妹，你还不明白吗？男人的宠爱都是稍纵即逝，但我要借他们的权，用他们的势，我要的从来都只是权。这一路走来，我从来都不相信什么男人，我信的只有我自己。
不过是一个穿越女，你凭什么觉得我一个世家贵族花了10几年培养的大家闺秀，会比不过你这个穿越来的翠湖大学生？呸！你算什么东西？要不是我选错了人，怎么可能会被你捷足先登？是吗？不然呢？我这么与众不同，如果不是选错了人，皇上早就对我一见倾心了。你以为皇帝跟那个废太子一样傻？你以为的古灵精怪，在他眼里从来就不是可爱，更不特别，全部都是找死。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记得多带点脑子，别再熬夜打麻将了。哦，对了，我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哦，对了，我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本宫不会杀你，杀你会脏了我的手。皇后娘娘就应该是干干净净的，对不对？你要放了我不仅要放了你，我还会放你跟你的生母柳姨娘团聚。啊，我还告诉柳姨娘，你早就不是当初的那个世姐姐，她最疼爱的那个女儿，在她落水之后，早就不知道被哪里来的孤魂野鬼占了身子。李姨娘的那些手段，妹妹啊，恶人自有恶人磨。萧婉娘，娘娘，冷宫里的如妃生了一场大病之后，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，不但吵着要见陛下，还闹着要出府服。